我只是吃个午夜特价火锅，没想到遭遇了规则怪谈。力大无穷的服务员单手折了壮汉顾客，竟被一个小番茄放倒在地。看着摔坐在地上的服务员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特别是掉落番茄的那位漂亮姐姐，已经在全身发抖抽泣。我注视着服务员，等待着他下一步的举动，希望他不会追究番茄是谁掉落的。他没有生气，先是诧异，然后伤心，感觉随时都会哭出来，但他终究没有哭出来。他平静地收拾掉地上的残渣，然后面不改色地走向后面的厨房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眼前的锅底很香，但是我却没有食欲。厨房的方向不时传来砰砰的声音，像砸东西的声音，又像是剁骨头的声音。我后桌的大叔似乎没有被影响，正在大快朵颐地吃着火锅，喝着酸梅汁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服务员又回到餐厅，我不安地瞥一眼，隐约看到他眼圈泛红。服务员刚才是哭过了吗？我心里嘀咕着，想起规则吧。服务员哭过3次以后，可以无视所有规则离开火锅店。只要再哭2次，就可以安全离开了。我偷偷地看向其余人，却发现他们都低着头，丝毫没有察觉到这点。服务员依旧热情地服务着其他顾客。突然，上一秒还在微笑的服务员，下一秒抿着唇，眼神凶狠地冲向我身后的大叔，大喊道：添加饮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饮料喝完了，为什么不叫我添加？为什么？还没等大叔反应过来，他一把扣住大叔的脖颈。和之前的社会男一样，不一会就没了动静。同时，店里面的喇叭声在响起。规则4：如果饮料喝完，请立刻找服务员倒满。违规者，嘎！我的后脑勺一阵发麻，一个劲告诉自己镇定，别害怕。服务员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从容地收拾着桌面。我看到桌子上的虾滑，想起规则5，请不要自己下虾滑，就敲了一下桌子，忐忑地问服务员：你好，可以帮我下虾滑吗？服务员顿了顿，笑道：可以。他熟练地把虾滑拨入锅中，鲜红鲜嫩的虾滑在番茄汤里打滚，我却感觉有什么不对劲。我偷偷打量着他，他依然微笑着说：虾滑下好了，请慢用。我看着他，眼神充满疑惑。不对劲，和之前倒酸梅汁时相比，他好像变矮了。之前我得微微抬头才能和他对视，现在我坐着就几乎能和他平视，怎么回事？我的视线往下移，在看到他脚的那一刹，我差点惊叫出来，手中的筷子掉落，发出突兀的声音。他竟然没有脚，脚踝处碎肉模糊，他就靠2节腿在地上行走，在地上拖出蜿蜒的血迹。难不成刚才从厨房传出剁骨头的声音？我不由得脑补他在厨房里的画面，顿时感觉灵魂一阵颤抖。可能察觉到我的视线，服务员向下看去，带着询问的语气：女士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我张口说话，喉咙里却只发出啊的怪声。我能感觉自己的上下唇在疯狂打颤，赶快用手捂住自己的嘴，想起规则7：全程不要让服务员发现你的异常。服务员好像并不知道他没有脚，如果我现在指出这点，或是惊叫、逃跑，就可能会违规。我狠狠地咬一咬牙，把脸上的异常表情换掉，违心地开口夸赞道：你的手串好漂亮。服务员羞涩地笑起来：是吗？我也觉得很好看，就是里面的线不牢固，容易崩断。我敷衍地僵笑着，服务员终于走开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可刚刚平静下来，却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响起诡异的歌声。棉花娃娃孤零零站在道边不甘心，棉花娃娃肚中饿，看你吃菜又吃肉，想把你拖出经过，想把你手脚沉默，客人快点头，棉花娃娃吃一口。悠悠的歌声回荡在店内，店内的气氛诡异到了极点。歌谣重复3遍后终于停下，一个棉花娃娃静悄悄地出现在漂亮姐姐旁边，她被吓得尖叫一声。棉花娃娃看上去和大头布娃娃没有差不多，唯一诡异的地方是她竟然在空中漂浮着。她缓缓发声：客人可以给我吃一口吗？她刚才还唱着歌要煮头吃肉嚼手，这谁敢答应给她吃一口？漂亮姐姐害怕极了，嘴里忙喊着：不要啊，不要吃我。我一听到她的回答，心里暗叫一声：坏了，规则9明确写着遇到棉花娃娃请满足她的任何要求，她这是要违反规则了。